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个非常奇葩的密室案件。酒店客房里，一名中年大叔离奇暴毙，法医勘查后倍感疑惑。监控记录证实，并没有第三者进入客房，现场也找不到作案凶器。在人来人往中的酒店里，这起密室凶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警方迟迟找不到破案密码，死者家人重赏5万美金。昔日 FBI 探员化作私家侦探再次迎战，可背后的真相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2010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伯蒙特市区。9月15日当晚，和往常一样，妻子苏西在跟丈夫拉着咸菜白粥的家常。电话中，苏西告诉丈夫格雷，自己申请延期缴税的请求已经获批，具体内容已经用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。和妻子聊了1个多小时后，格雷从酒店的窗边回到床上，靠在床头板的2个枕头上铺上一条干净的白色毛巾，将烟灰缸、香烟、打火机、手机、电视遥控整整齐齐摆成一列，旁边还有些许糖果。靠在床上，格雷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抽着香烟，时不时还来上1、2颗糖果。这悠闲的生活节奏，打工人看了心急，资本家看了着急。根据资料，格雷此前是远洋船只的工程师，辞职后在休斯顿做起了石油生意。为了住宿方便，公司给他在郊外一家酒店包了个单人间。第2天早上，妻子苏西致电格雷办公室，但一直没人接听。妻子本以为丈夫临时有事耽误了上班，可在接下来的中午和晚上，她都没能和丈夫取得联系。另外一边，格雷的同事也在着急地寻找格雷。来到酒店门外，同事狂敲348房门，可一直没人应答。把耳朵贴到门上，却发现里面还有电视的声音，应该有人待在房里。同事让大堂经理打开房门，可一进入房间就发现格雷面部朝下，在地毯上一动不动，身体的肤色也变成了灰蓝色，左侧2个僵硬的手指间还夹着1根香烟，口袋里还有1000多美元现金。整个房间里酷热无比，电视还在开着。发现格雷失去脉搏后，同事拨打了911报警电话。来到现场后，法医感到很是奇怪，这外面30几度的大热天，房间里面居然没开空调。而更令法医震惊的是，在死者蓝色睡衣裤裆处有个明显的深色圆点，很像是凝固后的血液。将死者运回局里后，当局对格雷进行了全身的尸检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格雷身上断了2根肋骨，右心房和大肠都被破了个洞，胃部和肝脏都有伤口，胃部和肝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。此外，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死者的阴囊处有个大约0.5厘米宽的伤口。伴随着伤口的水肿，格雷身上还有一处蔓延到腹股沟和右臀部的长条状淤伤，翻译过来就是格雷下半身生殖器官似乎受到某种外物的重击。顺着死者是敏感部位受伤的这个角度出发，探员怀疑凶手应该是个女人，估计是和死者寻欢时发生矛盾，一气之下杀害了她。可查遍客房所有地方，探员都没找到死者死前曾进行房事或准备房事的迹象。死者朋友告诉警方，55岁的格雷人际关系很好，对家庭也非常负责任，根本不是那种喜欢在外面偷吃的男人。此前他和妻子苏西因为小事离婚，离婚期间格雷一直单身一人，几年后又和妻子复合。用妻子的话来说就是，我发现我爱的人还是格雷。尤其是复合那天，他在电话中说的那句话，我等你这个电话等了很多年了。说着说着，妻子便潸然泪下。可不管苏西说的多煽情，格雷意思全都是死无对证，毕竟有句话叫做凶手就在你身边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大多数枕边人杀害自己配偶的动机都是钱财，所以事后探员调取了格雷的所有保单记录，但上面的保险都是前几年购买的，而且受益人也不止1个，格雷子女和妻子都有份。而案发后，格雷的妻子也没有马上理赔，相反还拿出5万美元征集线索，只为找出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。犯罪心理专家审视了格雷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讯记录，
大多是生意上的来往以及和家人的联系。在他那个黑莓手机中也没有发现和其他女人的暧昧。电子邮件记录也显示，格雷在9月15日当晚查出了妻子的电子邮件，这说明死者遇害时间应该是那个晚上，而法医报告也证实了这点。总之，格雷身上的一切都很正常，可格雷越是正常，就越把调查该案的探员逼到精神失常。他们可不想自己的辖区多了一起传遍天下的密室谋杀悬案。回到出事的348客房，那从当天晚上到次日发现尸体这个时间段，到底是谁进入了客房呢？探员调取了酒店的监控，可从走廊到电梯再到大堂，警方都没发现可疑人员。探员很是不理解，身材高大的格雷在经历肋骨开裂、内脏撕裂、心脏破裂的重伤后，身上却没有被殴打的迹象，只有脸部和胯部有轻微的擦伤。但这2处伤痕都被证实不是上面致命伤的缘由。退一步讲，就算格雷真的遭遇殴打，就算格雷已经55岁，但这么大个男人面对殴打时肯定会做出反应，最起码房间里会有些东西被推倒或撞翻。可探员到达现场时，发现房间内所有摆设都很正常，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盗窃痕迹。这时有人提出，也许格雷是在其他地方被殴打致死，然后尸体被运回客房，并小心翼翼放在地毯上。顺着这种思路，警方还真的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根据酒店管理人员的回忆，9月15日当晚某个时候，348客房的客人用微波炉加热爆米花时，因为操作不当，无意间炸开了一条电路，造成线路断电。而当时348隔壁的349号房间和正下方的房间都因此受到影响。断电后，格雷第一时间致电前台反映了情况，而酒店也及时维修了线路。根据酒店工作人员的回忆，在格雷房间接电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，反倒是隔壁房间的3个客人当时喝酒喝得挺凶的，说你们酒店怎么搞的，这么热的天气居然还停电，发了几句牢骚后，其中2个客人还问需不需要帮忙，我们哥俩可是电工哟。听到这里，探员提出了一种可能，当天在死者隔壁房间喝酒的这2个电工，客房突然断电后，他们询问了格雷缘由，说着说着，双方便吵了起来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口角越演越烈，最终升级为命案。可如果凶手真的是他们，那他们为何当晚没有及时逃跑，而是第2天才离开？还有一点就是，探员查阅资料后证实，这2人的确是附近石油公司的电工，在酒店留下的身份信息也都对得上。案发6个月后， FBI 调查迟迟没有明显进展，既找不到嫌疑人，也无法解释格雷死因，连凶器长什么样都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格雷的妻子找到了著名的私家侦探肯恩，一个前 FBI 探员，退休后做起了自己的侦探事业，在业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前不久刚刚侦破同样发生在酒店的一起案件。为了方便办案，肯恩找到了负责该案的斯科特探员一起合作，2人决定展开全方位的排查。来到348客房，将窗帘一拉，大门一关后，他们将整个房间喷上了卢米诺试剂，并用荧光照射排查。很快接近地毯的一处墙壁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处血迹，提取血迹，输入 DNA 数据库比对，发现血液主人是上星期入住的一个男子。该男子说自己当时在削苹果时划破手，血滴不小心溅到墙壁上。案发当天自己正在加班，周围同事都可以证实自己的说法。兜了一圈，肯恩2人还是回到了酒店。在肯恩的强烈要求下，斯科特又把酒店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可疑人员问了次口供。期间有人提到自己在当晚曾听到一个砰的声音。清洁工说自己在当晚在走廊其他房间打扫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好像就是从348客房这个方向传来。直到后来348客房要求帮忙清理房间时，自己才知道原来是客房主人使用微波炉不当导致砰的一声。当时爆米花还溅了一桌，至于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时间的，清洁工表示当时只顾着干活，所以没注意。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肯恩，案发现场的任何一个细节可能都是将来破案的关键。为了还原这个细节，肯恩找来相同型号的微波炉，然后根据周围人的描述，在其他和348客房相似的房间里进行了类似的实验，并一一询问了工作人员是否听到什么声响。清洁工听完后总感觉这个声音和之前听到的不太一样，
领班也觉得之前的那个声响没有这么尖锐。斯科特探员觉得肯恩这个还原对破案意义不大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死者当时到底是放了多少爆米花，而且实验的地方也不是在348客房内，根本不具可比性。就在两人嘀咕时，酒店领班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那声音听起来更像枪响。”说着无意，听着有心。肯恩两人立即再次检查了348客房。如果这声枪响和格雷遇害有关，那房间里肯定能找到开枪的痕迹，从地板、家具和墙壁。两人再次翻遍了客房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就在他们快要放弃时，墙壁上一处很不明显的凸起引起了肯恩的注意。这个凸起边缘非常整齐，直径大约是1厘米，它刚好位于和隔壁客房相连的墙面上。在348隔壁客房里的同一位置，也存在同样特征的凸起。戳开这个凸起后，肯恩惊讶地发现，这居然藏着个小洞，小洞里被人填了一些东西，很像是石膏类的物质。抽样检验后，居然是牙膏。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将牙膏从墙壁上抹掉后，肯恩发现它和弹孔非常相像，便用激光笔做了试验。沿着小洞射去，激光穿过墙壁后射到了348客房，终点位置刚好是格雷的床，也就是他跌落在地毯前靠的位置。这细思极恐的发现让在场人吃惊不已。带着疑问，肯恩要求警方重新尸检，但可惜由于案发已经过去6个月，尸体早已被火化下葬。在格雷妻子的斡旋下，肯恩终于拿到了尸检报告。仔细看了很久后，他发现格雷身上有条很像是子弹穿过的轨迹，但法医表示也有可能是被殴打或撞击形成的。但另外一张心脏特写中，肯恩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洞。结合格雷内脏上的损伤痕迹，在征求过数位法医的意见后，警方怀疑格雷是死于枪击。当时负责尸检的法医之所以没有发现，是因为子弹是从格雷生殖器官上的阴囊射入，但由于阴囊处皮肤收缩性很强，伤口非常不明显，这才被法医不小心忽略掉。事后该法医也承认，当时他只用了45分钟就结束了尸检。到了这一步，如果能在格雷身上找到子弹残片，结合墙壁上新鲜的弹孔，警方肯定能立即确定凶手就是当晚隔壁的住户。但可惜尸体早已火化，那怎么办呢？侦探自有妙计。1个多月后，探员找到了当晚入住348隔壁客房的2个电工，他们分别是蒂姆和兰斯。在审问过程中，警方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发现弹孔的事情，而是采取了囚徒困境的方式分开审问。探员也只是要求他们重新回忆一下当晚的事情。可就在他们起身准备离开审讯室时，探员突然说了句：“你已经在自己口供上签了名，要是你为了所谓的朋友义气撒谎的话，那你会受到双倍的法律惩罚。”在一红一白、软硬兼施的攻势下，名叫蒂姆的电工终于交代了事情的真相。当晚他和同伴兰斯一起在酒店内喝酒，后来去车上拿威士忌时，不知怎么的就把车上的手枪也带了进来。喝着喝着，兰斯便摆弄起这把手枪，甚至还模仿电影里的镜头吓唬自己。结果那一瞬间，兰斯居然不小心抠下了扳机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用客房里的牙膏填补了墙板上的弹孔。第二天，他们听到隔壁348客房发生了命案，出于心虚，便匆匆离开现场。法庭之上，兰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被判处过失杀人罪，入狱10年。根据兰斯的口供和格雷的尸检报告，肯恩大致还原了案发过程。当晚，兰斯在玩弄手枪时，格雷刚好靠在床上看电视，子弹从枪口出来后，射穿墙壁，射进他的阴囊，一路向上射穿了他的胃部和肝脏，造成了2根肋骨断裂，最终停留在心脏。中枪后的格雷没有立即死亡，他本想起身寻求帮助，但不小心从床上翻了下来，倒地过程中擦伤脸部，最终面部朝下趴在地上死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也许会觉得小渊在编故事，但现实就是这么荒诞。因为当时案发客房的墙壁材料刚好就是用木板与石膏板搭配而成，而法医会对死者进行多次尸检，也是为了避免这些操作的失误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千万别拿手枪开玩笑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